君父，君父，都是申生无能，没能保住两位夫人。当时双方激战，情势复杂。当我们控制场面的时候，两位夫人已经不见了。我儿首次出征，不仅救回夷吾和两位幼弟，还一举攻下东山，拿获高洛氏的首领和族众，为我晋国解决了北部边境之忧，实乃大功一件。寡人不会苛责于你。多谢君父。君父，夷吾此次失守，让君父担忧，是孩儿无能。敌寇奸诈，我儿性情直率，输得他们手中并不难看。以后长教训就行。好了，都回去歇息吧。多谢君父。谢君父。太子神勇，文可定国，武可安邦，这是我晋国之福啊！臣辅太过谬赞，申生不敢贪功。其实这次我们能胜。白大哥，你不是已经累了吗？我们早些回去休息吧。正好夷吾还想赶快拜拜嫂子呢。走。哈哈哈！内无奸妃，外有太子扛鼎，我晋国离盛世不远了。哈哈哈！真会说呀。是寡人对你们不够好吗？居然连亲生子都抛下，寡人真这么令人厌恶吗？夫人，你们回来了。你们回来了。国君待我们姐妹甚好，所以纵使千难万难，我们也要回来面君。进军攻城的时候，高洛人拿我们二人挡箭，我们差点就回不来了。幸得有乡人救助，我们稍稍调养，就赶紧赶回来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
虫儿，你可知道，自我们分别以后，我每日都会来这里为你种下一棵桃树。你可知现在有多少棵吗？锦素那个笨丫头啊，到现在都数不过来了。可是我记得真切，一共1825颗。我知道，你一定不喜欢我这样悲悲切切的悼念你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不哭。我猜，你一定很喜欢这片桃林，因为你就是生在这片桃林之中的。我想，若是转世，你也应该会在此吧。若是真的有转世，你早一点回来好不好？我等你等的真的好苦。花影浅浅，湖面成霜。这一世花开，是你路过我的时光。桃花艳艳，春风荡漾。我只愿你又来了，又来我的梦里了。可是，为何这次我觉得这么真切呢？虫儿，我求求你，你这次多陪陪我，千万不要马上就走，好不好？我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呢。像桃花渐欲墨香，忘了那些痛和沧桑。桃花有情夜夜成双，情深深有你地老天荒，地老天荒。能数尽天星，才便知其事。
这小小的棋盘上有361处落点，除却中间一点，合于360周天之数。一分为4，代表春、夏、秋、冬，每90点对应一季。周边72点为72候，黑白两色，代表阴阳。盘路横19、纵19，对应星系。其道进退攻守之法，和日月星辰之象，乃征战用兵、治国育人之术。虫儿，你皆已出师，可以入仕了。真的？先人传下的大道，九韬、易学、内经、奇门，我已悉数传授于你，希望你日后学以致用。这么多年隐居在此，贸然下山，冲儿倒不知做什么了。无亲无疏，无比无己，因势利导，以顺其和。天地之间，有你一人，便有所由，也该有所为。去吧。任凭说，好男儿。多谢恩师。原来你有这段机缘，我就说嘛，这山上山下的我都找遍了，我就是找不到你的尸首，我就不相信你死了。是师父救了我。你还说呢？你好狠的心啊！你活着却不告诉我，你怎么能那么狠心啊？江儿，其实当时师父也没有十足的把握，而且我也没有机会下山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不想给了你希望，又给你失望，所以我直到今天才来找你。哎，你让我看看。哎，江儿，不要看了。你让我看看。你没事的，江儿，都过去了。你这剥皮蚀骨，你这锥心之痛，你到底是怎么忍过来的？江儿，确实很痛，但是我一想到能见到你，我就能坚持下来了。一想到在你最痛的时候，我却不在你身边，我就好难受。傻江儿，其实我觉得我已经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。我刚才来到这里，看到你和满园的桃花，我已经很满足了，真的。那你一定要答应我，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不管它再难再苦，你也一定要跟我在一起，不许再扔下我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前些日子我得到讯报，说申生表哥出征去东山大获全胜。我还纳闷呢，这申生表哥在曲沃蛰伏多年，怎么一出手便有如此之战功？想来定是你在暗中相助吧？其实我当时下山之后就一路往东，想到齐国来看你。可是在晋国北部，我却突然听到了东山之乱，所以我就赶过去，才耽搁了时间。那你立下如此战功，晋侯一定对你刮目相看。江儿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我做事一切都凭心，不畏人言。而且现在我只想跟你游历列国，纵深江湖，行侠仗义。这个我喜欢，我陪你。好。
公主。你走那么快干什么？中午吃什么饭呢？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，你还活着？公子，哎呀，想死你了！真的活着？真的太好了，公子。你们二人怎么在这里啊？他俩当年送我回来之后，便不愿回晋国了。现在啊，可是我齐国的栋梁。是啊，公子你也应该了解，晋国向来重武轻文，朝风和政见皆非我所愿。所以，我们留在这里，一边能和管相学习治国经略，一边还能照顾公主，便留下来了。公子接下来有何打算？我准备回一趟敌国，办一件大事。公子，不管你要去哪里，就是直见天涯，周游列国，我介子推定会舍命相陪。公子，是何大事啊？我要和江儿成婚。成婚？好啊，太好了，公子。是啊，公主这些年等得太辛苦了，若是和公子能够成婚，那便真是太好了。若要以西制秦，必先拿下虢国。这样一来，纵使秦国日后再强大，东晋之路已被我堵死。且拿下虢国，掌握了上阳和下阳，便可打通宋郑两国的道路，对我晋国日后南扩，必百利无害。反之，若被秦国占了先机，我晋国的咽喉就攥在别人手中，日后连喘气都困难。所以，寡人亦出征虢国，众卿以为如何呀？君父，如果我们拿下虢国，必须要借道虞国。3年前君父攻打虢国的时候，已经借过一次，这次他们还会借吗？如果就算是借，上次已然花费颇丰，这次恐怕虞国又要张开巨口。太子所言极是啊。这些年，国军出征四方，前不久刚刚拿下了耿霍魏3国和东山。现在，百姓生机艰难，若再出征，军费已经不足。要是虞国再借机敲诈，我们真的很难承担呐。国君，经过3年前的异议，虢国确实学乖了，现在和虞国十分的和睦，两家不仅联了姻，还结了盟。现在我们恐怕很难再次借道，即便是借道成功，毕竟我军长途奔袭，而且还要过河作战，这并非是我军所长。再加上功绩堪忧，胜算实在是寥寥。3年前，寡人拿下夏阳时，原本可以趁势追击，一举拿下虢国全境。就是你们这些人，说什么战线太长了，补给不够，恐后方有变，寡人才匆匆回师。今日情势再难，这虢国，寡人要定了。还请国君三思。不是寡人要三思，而是你们为人臣子要多思，要想办法替寡人分忧。义乌，你一向最体军心，对此事有何看法？尽管说来。一句话，无论君父要攻打何处，儿臣永远都是马前卒。义乌，不过马前卒也是要吃粮走路，
攻打国谷，这粮草必定要备足了，并且还需要有羽板古道借力。正是，三公子说了句大实话。那老夫也说句实话，国库没钱了。你要想再次借道，一个字，难。哼！国君有心事啊？罢了，朝堂上的烦心事，本不该带到后宫来。国君，你觉得这殿上的美人如何呀？美则美矣，不过无一人能比得上我的爱姬。这些殿上的美人都是为国君悉心准备的。国君这样说，臣妾可要伤心了呢。骊姬啊，你的心思寡人明白，可寡人的心思你不明白。有了你，少姬，寡人心中再也看不上其他的美人。这里不需要他们，让他们退下吧。我虽然给国君准备了这些美人，但是他们不是为国君独自享用的。哦？这是何意？国君请看，这些珍玩可能入眼？皆为上品。要是把这些美人和珍宝以国君之名送给于国君臣可好？爱姬的意思是，听闻于君最是好色贪财之人，先前国君向其借道，送了不少的宝物。此次若再送宝物，未免单调，也未必令其满足。所以我特意挑选这些美人，将其献给于君，把这些宝物送给于国官员，这样前朝后宫都替我们说话的话，借道一定能成。可前番贡礼都是从国库储蓄，这可都是你的私藏，爱姬可舍得？为了国君大业有成，离衡什么都舍得。是啊，我也愿捐出所藏，送给犬戎国主。送给犬戎干什么？犬戎跟国历来多有摩擦，我们给他送礼，是想让他在合适的时候挑起战事，以削弱国的兵力。国君届时再借道发兵，定可一战而成。国君为我！晋国大军通过羽板古道，长驱直入，直达国的腹地，攻克了下阳。现在已经渡过了黄河，直奔国都上阳而去了。上阳城坚，易守难攻，恐怕要多僵持几日。哼，这次晋军带的粮草本来就不多，
本打算用夏阳当地的库府进行补给，不料夏阳其实是座空城。再说这上阳很早就收到我们送去的消息，兵强粮多，再加上地利，坚守个半年不成问题。而晋军恐怕再过1个月就要饿肚子了。那就好，同帝已经说服了宋郑两国迟缓发兵，1个月以后抵达上阳，届时3国联军内外开花，哼，晋军必定覆灭。这一次必定要让晋军有去无回。姐姐放心，我们运作了这么久，计划的天衣无缝的，这次必定成功。就在这里，上阳。这次让晋侯死无葬身之地。君父这次远征虢国，所携粮草军需皆不充裕，实在令人担心呢。夏阳是虢国北部的大邑，只要将其攻下，我军的粮草应该不成问题呀。说的是啊。战报！禀报公子，我军已顺利攻克夏阳。哎呦，好了好了，这下开得顺了，是太好了！君父顺利攻克夏阳，现已渡河南下，往上阳而去。来，你看，哎，这战报怎么是1个月之前发出的呢？太傅，有什么不妥吗？太子莫急，两军焦灼之际，战报迟来是常有的事啊。我军的行军路线是自北向南，逐步的逼近虢国，而战书的传递路线是在非战区呀。按照常理，不应该延误这么长的时间呐。是啊，太傅说的有道理。以往的战报，要不就是督促我们这些留守之人备粮补需，要不就是告知缴获物资。而这战报上面只是简单的写了行程，实在是可疑呀。你们看这儿，似乎被人涂改过，好像是抹去了很大的一段话呀。果然有意。太子，你看。太傅，谁敢在这个战报上做手脚？现在要查下来，实在是太难了。太子莫要着急，我们再派人继续打探就是了。好，我马上安排人去查探。撤！怎么样？公子说的没错，经过我反复的推演，这大变之势正落在虢国上阳的位置，可陨落的却是我晋国的军心。公子，我已经查清楚了，3个月前晋军从晋都出发，借道鱼板而攻入了虢国。哎，奇怪了，这虞国和虢国相交甚好，又是姻亲，明知道国军借道发兵虢国，为何还要相助呢？听说虞军收了晋国大笔的财物，还有垂金之璧，还有驱地宝马，还说收了很多美人和歌姬呢。哎呀，想不到这虞军目光如此短浅，这唇亡齿寒的道理，他怎么就不明白呢？以我君父的性格，如果真是要拿下虢国的话，下一个目标必定是吞下虞国。照此来说，我晋国大有胜算，可为何天象上显示的是军心有危啊？我还没说完呢，你们总是打断我，能不能让我把话先说完呢？咱们晋军啊，虽然顺利攻破夏阳城，但渡河之后呢，在上阳城附近失去了消息。
消息传来，宋郑两国已联兵，准备驰援虢国。糟了糟了，我晋军这次必是大凶啊！啊，这郑宋两国与我晋国并无交恶，为何要相助虢国呢？这很难理解吗？你们这位晋侯自打继位以来，20年连年征战，这晋国周边的小国可都被他扫平了。说不定哪天野心膨胀起来，他就开始打周边大国的主意了。这宋郑两国向来都以天子为帅自居，这恐怕就是周天子授意的，也说不准。所以他们凭借义气帮助虢国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呀。要我说，这就怪你们晋侯人品太差，犯了众怒。公主，你少说两句吧，公子正忧心呢。难不成你们还想帮晋侯起死回生？那晋侯是公子的生父，骨肉至亲呐，帮一帮又怎样了？依我来看呢，这个忙怕是帮不成啊。你们想想，三国联军内外交加，而且兵力数倍于晋军，仅凭公子一人之力，若想回天的话，断无可能。要不行，就跟我回齐国，我叫我军父出兵。虽是兵家之争，但是这解决之道也并非仅限于此啊。君父，都是夷吾没用，这次又是无功而返。好好歇息，明日再攻。国君，上阳城坚，易守难攻，我军已经围了1个多月了。现在损兵折将，粮草殆尽，军心已然不稳。眼下之计，唯有撤兵啊！撤兵？寡人出征之前信誓旦旦要拿下虢国，无功而返，如何面对晋国臣民？再说此时撤兵，回途遥遥也无粮草，你想让寡人饿死在路上吗？可是国君，你不必说了，退是万无可能。当今之事，唯有进才能破局。报！国君，不好了！宋郑两国的军队把我们包围了。什么？宋郑两国围攻我们？没错，的确是郑国和宋国。再探，喂！君父，我们中计了。当时我们攻克夏阳的时候，儿臣就觉得蹊跷，我们拼了命，居然拼下了一座空城。接下来渡河南下的时候，竟然连一点阻击也没有遇到，如此顺利的就逼近了上阳城下。现在看来，他们一定是故意的，以上阳为饵，三国联手做局，这是要将我们吞掉。这是要置我于死地。对呀，全力混账！寡人与宋郑两国素无交恶，他们居然帮着虢国来偷袭我晋军。国君，眼下咱们腹背受敌，我军粮草殆尽，局势危矣呀！他们能里应外合，我也会。
国儿已经派出几波义兵，等申生领兵来援，到时候谁包围谁还不一定呢。国君万万不可大意。自从我们来到上阳攻城以来，派出去的义兵至少有10波，如今已过月余，可从未见过宫中传回任何消息啊！太子不会是存了别的心思吧？故意不施援手？不会的，太子仁孝定不会如此想，可能是义兵出了什么状况。说的也是，也许是义兵出了状况。义武，为父在此坚守，你率一小队人马杀出重围，将我晋国的战况带回去，命申生举国之力联合虞国和犬戎，帮我脱险。儿臣遵命。封建！吁！二哥，二哥，快点想办法！我们已经被宋郑联军包围了，眼看就要全军覆没了。君父危在旦夕。放心，战况会有所转机的。叫军医，快叫军医！叫什么军医？可有援军的消息？还没有。我们还要多少将士？算上伤军，不到3万呢。3万人可是好啊，不到3万。
难道寡人今日就要命丧上阳城外了吗？国君，要不咱们请降吧？按周礼，只要请降，定保性命无虞啊！混账！寡人此生不知降为何字，寡人宁可战死，也绝不降敌。国君，此次投降只是权宜之计，我们可以借和谈拖延时间，以等太子来救啊！谁敢再说降，寡人就立刻斩杀了他！这不降也是个死啊！你说什么？启禀国君，战况有变，正宋联军突然停止了围剿。突然停止围剿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。命令全军原地休整，谁也不许追击。前方有诈，喂！现在是怎么下河？我们可怎么办呢？什么这个消息难说。是啊，这正讲国君，正宋联军不但没有再次进攻，现在已然后退了。后退了？真是奇怪，怎么会撤呢？是啊，按照现在的情形，他们只要再进攻半个时辰，咱们就全军覆没了呀！对，微臣是说，他们实在没理由撤呀。国君，据臣观测，正宋联军不但立刻退了，而且速度很快，好像后方发生了什么事情了。那城中国国军队如何？正宋联军撤得匆忙，根本没有通知国国。国国现在正和我军对决，没有了外围之扰，我军集中兵力对决。现在国国不敌，已经缩回城里了呀！宋郑两国撤军，撤得蹊跷啊！是蹊跷啊！夷吾公子回来啦！夷吾公子，军父，夷吾，军父，儿臣回来了。好啊！才不过2日，你就往返于晋了？那申胜可带兵来援了？军父，儿臣没有回晋国，消息没有送出去。没送出去呀！这下糟了！就算正宋撤军，不出3日，我们便会断粮，到时候国军出战，我们还是输啊！夷吾，你既已冲出包围，那为何不回晋搬兵呢？军父，此次回晋国搬兵，就算顺利的话，这一来一回最少也需要20日。儿臣认为远水解不了近渴，并且夷吾现在守住，已有了制胜之利器。我敢保证，不出3日，我们必定能攻下国都。3日能行吗？能行，这能行？谁可知道？是啊。饭都不吃了，就一直在这画，你到底画的什么呀？我画的这个叫灵车。灵车，好奇怪的样子啊！这灵车上面，你看看有一个箭屋，可伸向空中10余米，是攻城的神器，而且可以居高临下打击守城方，还可以制高，利用它观察城中敌军的动向。听起来好神奇啊！哎，那这个呢？这个像木蛤蟆的又是什么？这个叫焚温4轮车，上以绳为基，细皮蒙之，里面可以藏10个人，而且非常的坚固，土木火石均不能把它击垮，还可以向城下运送士兵，
和土石。这运送士兵我明白，是为了躲避箭雨，将士兵运送到城楼之下攻城。可为什么还要运送土石呢？你该不会把这图交给晋侯，助他攻城吧？正是。这画上谈兵能行吗？别的不说，咱就先说这土石，这需要多少土石才能填平壕沟啊？再者，这一时半会儿上哪儿去找这么多土石来？你说的还挺有道理的，这还真提醒我了。对，我再修改一下。这下可以了，将焚温跟云梯结合在一起，这样的话，利用它当一个翘板，直接跨过壕沟，攻城就成功了。这个好，看着威武，必定有效。那有了这助攻神器，一定能尽快破城。这上兵伐谋，次而伐交，再而伐兵，最次攻城。这攻城是最下策，即便可以攻城成功，也是伤亡惨重。我晋军经过上次的三国围剿，已经只剩3成兵力了，所以必须要保存实力。这样，重耳还得再想一个更好的法子。哎，有了！怎样？洞中抽薪。君父，若是这些攻城神器还不能让我军迅速破城的话，以武手中还有一个妙计，洞中抽薪。以武，你说清楚些。很简单，白天我们可以用这些攻城神器攻城，到了晚上，我们就可以使用焚温4轮车将士兵运到城下，让他们暗挖地道入城。这不妥吧？这地道又过不了大军，就算挖城过去几人，瞬间也会被守军杀光，抵不了大用。对呀。再说，要挖到内城，至少也要3、5日啊。我还没说完呢。我们并非要挖到内城，只要挖到城墙的中部就可以。这样一来，多则1日，少则半日就可以完成。不过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在挖空处立上木桩，待我们的人撤出以后，点燃木桩，木桩燃尽，城墙失去支撑，必可自然崩塌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就趁乱一攻而入，必定可以全胜。公子妙计，必可全胜。此真是妙计呀！姐姐不用着急，好消息一会儿就到了。夫人，夫人，怎么样？是不是战报到了？晋军全军覆灭，晋侯和夷吾都死在战乱之中。你喝什么酒啊？你还怕以后没你的酒喝不成？快说呀！你还真说对了，以后这酒能不能喝上，还真不一定。难道情况有变？郑宋撤军，功亏一篑。晋军现在已经攻克了上阳，国已灭呀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李通跟宋太子交好，我们给宋国、郑国送了那么多厚礼，还答应他们日后给他们的好处更多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就突然撤军了呢？听说有人劫了他们的盐贡，还封了盐路。盐路跟战事有何关系啊？宋国、郑国没有盐井，吃盐需向外采买。若是盐路被断，无异于夺走了他们的命脉。还是骊姬夫人见多识广，也不知道是天意还是人为，偏偏在这个时候盐路被劫。
两国自然是无心恋战，都回国料理盐务去了。不行，我们筹划了那么久，付出了那么多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姐姐，我们若是这次不成，恐怕以后我们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。不急，我们还有后招。取地图来。就算他打赢了国又怎么样？班师回朝，终归要走到鱼板古道。先前我们在于君身边安排的人，该起作用了。到嘴的肥肉，我不信于君不吞。好主意！就算晋侯攻下上阳，占领国，他势必是要班师回朝的。若虞国以古道设伏，他定没有防备。到时候，早死晚死，都是死。哎呀呀呀呀！这女人要是狠起来，当真是天下无敌呀！少在这里废话，让你做的可做妥当了。放心吧，禁军中早就安插好了人，假诏书已经准备好了，太子也在我们的掌控之中。现在就等着老头子死讯一来，我们就把之前扣下的战报和假诏一起拿出来。这太子违抗军令，见死不救，必须以死谢罪。到那个时候，晋国不就是夫人您的了吗？我等这一天等得太久。公子真是神算呐！这郑宋联军与国内外夹击，原本我晋国是必败之举。公子以切断沿路一招化解，实在是妙啊！这次就多亏了介兄和那些江湖朋友。介兄，有机会一定要当面酬谢他们。哎，公子不用谢，不用谢哈。他们有了这言以后啊，立刻便可以富甲一方啊！非但不用谢呢，而且一再央求我说，以后这样的好事情啊，一定要叫上他们才是。公子所会攻城神器也帮上了大忙。这国君臣直到被囚的时候，也不相信我晋国竟然以少胜多，2日便攻下了上阳。其实纯儿只希望这一次能够让君父得到启示，日后不要动不动就兴兵征伐。现在好啦，此事已了，咱们继续前往敌国吧。先不要着急，江儿，还有件事情，我还需要江儿和子瑜兄一起去做。我和他一起？不，我要和你一起。听话，江儿，这件事还非得你2人去做不可。说来听听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我晋国内还有齐国的内应。也许吧。这姑母在的时候，你已经设计将那些暗卫都引出来送回齐国了。可是现下是大征之年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我君父还是暗中安插了一些。我相信江儿定有办法可以找到他们，加以利用。这话说的没错，可现下晋军已经攻下上阳，扫平国，大势已定，你还在筹划什么？君父一日不归朝，朝中恐生变故。大哥有人后，我担心会遭遇不测。不测？公子的意思我明白了。我不明白啊，你们倒是说清楚啊。这次战役，晋军显然是中了周边几国的纵横之术，但是细细想来，郑、宋、国3国的联合是早有预谋的。他们先留下下阳一座空城，然后再以上阳为诱饵，引我军深入。他们对我军的粮草还有部署了解的极为精准，想必一定是有内应。内应？这也太可怕了，到底会是谁呢？朝廷官员贪腐，为了一些利益出卖我军的情报，不无可能啊。不管是谁与诸国勾连，我军都还在险中，所以还需要江儿和子瑜兄回宫策应。
父亲，母亲，很快这一切就要结束了。禁军已班师，待他们途经鱼班古道之时，就是全军覆灭之际。晋侯和夷吾必死于乱军之中。届时，女儿再杀了申生，你们的孙儿西岐就可以穿上我黎戎的军服，登上晋国君位。姐姐，姐姐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姐姐，西岐和卓子不见了。许是在园子里玩吧？不是的，我都找遍了。哎，对了，还有人给我宫里送来了这个，你快看。这是重耳的笔记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二位夫人，不好了！太子居然从禁军看守的太子府脱身，现已点骑兵马出城了。兵马？哪来的兵马？是赵家在耿邑封地的府军。赵家？赵家是哪个？赵崔他爹，原来的大司马赵肃啊！是虞国。虞军这个反复小人，拿了寡人的好处，却还暗中设伏。好，寡人就跟他死战到底。晋国的将士听着，哪怕战至最后一个甲士，也要跟虞国血战到底。虞军这个反复小人，拿了寡人的好处，却还暗中设伏。好，寡人就跟他死战到底。晋国的将士听着，哪怕战至最后一个甲士，也要跟虞国血战到底。晋侯，你已被我大军重重包围，如若拼命厮杀，你只有死路一条，还不赶快下马受降？按周礼，军对军，将对将，你见到寡人应该跪地行礼，不宜敢杀寡人。若按周礼，你现在应该在晋国上朝理事，你竟然敢在我的地盘兴兵作乱，我还顾及什么周礼？你还不赶快下马受降，我免你一死！给我杀！弓箭手准备！圣旨到！敌军有令，停止战事，放弃刀戈，向晋侯称降。末将接旨。君父，申生，儿臣救驾来迟，请君父责罚。没事了。君父，我已经拿下了虞国的国都，虞军和虞国宗室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，君父可以安然回朝了。什么？你拿下了虞国国都？哎呀，寡人最近公务繁忙，无暇顾及夫人，夫人不要生气啊！你们是谁啊？善士饶命！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，要官给官，要钱给钱，我后宫的美人全给你，千万不要伤害寡人啊！昏君呐，你就是个昏君！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不要官，也不要钱，
更不要什么美色。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贪财好色呀？那你们抓我干什么呀？因为我想看一看，能够为了钱色出卖盟国利益的昏君到底长什么样。原来尊驾就是长这副德行啊！你是？我是晋国二公子重耳。你不是经常派人与我晋国勾结，窃取我晋国的利益？现在我来到这儿了，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命。你什么呀？你的计策定得很不错嘛，先假意借道，收了我晋国的钱财和美人，然后再以国为饵，让郑宋联军灭了我晋军的精锐。就算我晋国军队侥幸逃脱，可是在返程时，你却在虞国搬刀射俘，关门打狗，让晋军全军覆没，然后将边境向我晋国内推100里。你真是得尽了便宜，想的可真好啊！我不干了还不行吗？求求你别杀我！都是那骊姬，都是他的主意，我是被他诱惑的，我也只是顺水推舟，成人之美，千万别杀我呀！你现在想收手了，不干了，晚了。虞国有你这样的国君，早晚会败的；郑宋国有你这样的盟友，也迟早会倒霉。虞国原本是一方乐土，可是在你的治理下却民不聊生。现在我觉得，如果换一位君主的话，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二弟，大哥，我就知道是你。能在此地见到大哥，定是大哥已经得手了。是啊，多亏你在暗中相助，我和子瑜带领赵家军偷袭成功，虞国的宗室全部囚于大殿，虞都已经被我们占领了。重耳，你好歹毒！我虞国未曾为难于你，你为何要害我呀？那也只能怪你自己太贪心，不然的话，你怎会将全部的军力都安排在古道上设伏？我又怎会轻易得手？好了，你想活命的话，赶紧向军中传旨吧。来吧。大哥，接下来的事就交给你了。二弟，这么大的功勋，你自己可以去做，你为什么要让给我？兄长先去解决军父，我还要在这里料理一些事情。你知道，以军父的性格，他翻过头来未必能够容下这些人。这虞国宗室也未必都是坏人，还有一些贤明之士，我要先做好一些安排。二弟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好，大哥现在就带兵到古道救驾。好，给。二弟，大哥，你我兄弟同心，天下无敌。不，绝不可能！是真的，姐姐，我们的连环巧局接连被破，就连这最后一局也失败。我们一直仰仗的虞国，也没能给晋军最后一击，竟然也破灭了。这一次，就差那么一点儿，
就可以让晋侯死在乱军之中。没想到他不但没死，还得到了虢国和虞国，版图大增。这绝对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一切皆有可能。凡是人为，那就能够为人所解。是你，是我。李恒，你联合郑宋，还有虢国，你在上阳诱杀军府和夷吾，又密通虞国，伏击军府于古道，手段卑劣，天理不容。你如果再不收手的话，必定没有好结果的。收手？事到如今，你让我收手？当年我离戎，国破君亡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让晋侯收手？可见你的仁义，相亲不相离，果然是内外有别。你根本从来没有把我当过自己人，你从来就没有想过真心助我。事到如今，你让我收手，绝无可能。我原以为时间可以化解你心中的仇恨，可是我没有想到，你还是如此。上次在东山，我放了你，就是想让你为自己而活，不要再活在仇恨当中。可是你居然一点都没有变。这次虽然晋军大胜，但是10万大军却只剩下了2万，活生生的8万好男儿战死沙场，死在你的阴谋构陷当中。难道这些还不能抹杀你的仇恨吗？这些士兵本与你无仇，他们也有父母，有妻子，有孩子，他们的冤又找谁去报？我相信这一次军府也会有所醒悟。你给他一次机会，也是给自己机会，放弃仇恨，好吗？姐姐，重耳公子说的有道理。这一次禁军营的艰辛，我们输得辛苦，2败俱伤，何苦来呢？只是，就算我们想就此收手，晋侯也未必能容。哎，公子，公子，这可是离世通敌的罪证啊！那不然呢？让军府看到这些证据，杀了他们。可是，这……别可是了，也难为他了。原本也是娇养深宫的弱女子，如今为了复仇，竟然谋划出如此的巧局，不仅才智过人，勇气也不输于男子。是，公子话说的有道理。可是若留离氏姐妹久居宫中，日后必成祸患呐。希望他能够得到教训，能够改过自新，就像君父一样。相信经过此役，他也不会轻易出兵。但愿如此吧。你们放心吧，你们密通诸国、暗中密谋的事情，国君并不知晓。相关证据我已经销毁了，现在2位公子已经送回去了，你们赶紧回宫去迎接国君吧。但是一定要记住，你们以后要安心度日，不要再惹是非。重耳，你杀了我吧！我这样活着，好没意思。姐姐，有一点我们应该向重耳学习：百折不挠，死而不僵。
怎么不见李级、少级前来服侍啊？都下去吧。喂，怎么了？禀告国君，在国君出征的这些日子啊，咱们宫中不太平。不太平？是啊。怎么个不太平？宫中异变，太子府被围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就在国君上阳城被围、失去音讯的那段日子。何人所为？是我。爱姬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禀报国君，命禁军兵围太子府，是臣妾所为，求国君降罪。先不忙降罪，你且说说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国君领兵远征，先传捷报，后音讯全无，长达数月，臣妾忧心如焚。而朝政为太子把持，又听闻太子陪臣怂恿太子自立，还要诛杀臣妾和2位小公子。臣妾为求自保，也为国君安守后方，这才让禁军抢先一步围了太子府。臣妾并不想对太子如何，只是不愿朝中生变，向静候国君班师。此举实属无奈，皆是为了自保。寡人明白你的苦心，但是爱姬，你这次误会太子了。既然是虞国大捷，自然不会让我军的义兵畅通无阻。想必那些被劫的军报也是虞国搞的鬼。寡人这次有惊无险，全靠申生和夷吾相助。所谓上阵父子兵，实则骨肉相连，比旁人靠得住啊。臣妾知错，请国君给我降罪。寡人这次出征，惊险至奇，实则已入穷途，重挫之后才现生机。与大起大落之间，也悟出一些道理。所谓人之蜜糖，我之毒药，角度不同，反正不同。行事若只顾自己，必定偏颇。寡人日后行事要多顾虑他人，多依地而处，以策万全。爱姬也要如此啊。这次寡人远征虢国，先赢后输，又转败为胜，不仅拿下了虢国，又拿下虞国。众卿有何见解？国君神武，禁军天下无敌。算了，寡人不想听你们唱赞歌。说什么天下无敌，国君神武。寡人心里明白，这一仗虽然最终赢了，但实际上我们输了。
国君一举拿下国与两国，版图扩充为力战之最，何以为输呢？这次寡人原以为拿下国并非难事，所以寡人轻敌了，才中了国和宋郑两国诱敌合纵的计策，使我晋军围陷于上阳城外，10万禁军锐减至2万，这不是惨败是什么？后来宋郑两国突然撤兵，又逢夷吾献计，这才艰难破城。城破之后，补给军需，休整回国途中，又中了虞国的埋伏。若非申生带人来援，寡人和我晋国大军都要葬身于虞坂古道。这不是惨败，又是什么？国君鸿福齐天，有诸神相助。这次，寡人就是要明明白白地告诉诸臣，这一仗，寡人虽然败了，但是寡人也赢了。因为寡人虽败，但在此战中却得到2员福将的相助，就是申生和夷吾。他们是晋军转败为胜的关键，也是我晋国的骄傲。寡人要重赏2人。劳苦功高，回禀君父，申生其实很惭愧。申生能成功救驾，并非一人，实则寡人明白，赵肃老将军和赵崔以及赵家辅军也都一并有赏。回禀君父，夷吾更是惭愧。那些破城良计，其实并非夷吾所创，而是二哥所授。你说什么？君父，申生不敢贪功，破围虞国，二弟是首功，是他带人先控制了虞军和虞国宗室，申生才得以以此挟持虞国军队撤兵，并一举歼灭。是啊，君父，儿臣所献的攻破上阳的妙计和攻城神器，其实都是二哥所授。你们是说，重耳没有死？君父，其实二弟当年没有死在秦国，机缘巧合被一个高人所救，这些年一直隐于山野，跟高人学艺。君父，上次攻打东山的时候，也是因为二哥相助，所以才使得我们如此顺利地平定高洛氏。君父，我二哥真的没有死，并且他还学会了异能。你们先都退下吧。臣等告退。申勇，在。此事你怎么看？禀国君，顺庸不敢妄言呐。召太卜前来。喂。宣太卜。启禀国君，重耳公子的命格已改。已算不出吉凶了。你能生还，寡人十分欣慰。如今你又立下天大的功勋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只要寡人能做到，绝不吝惜。君父，你如何处置虞国和虢国
两国宗室以及被俘的战俘。啥？虞国，哼！果然与他素无交恶，几番送礼示好，居然还敢背后偷袭。至于宋郑两国，也是毫无理由的来打我。待寡人重整军队，日后必灭杀两国。君父，你刚才说虞国与我晋国素无交恶，郑宋更无来由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征战周边20年，吞并小国30余个，哪一次师出有名？只许你非议之战，不许别人师出无名。这次三国之战，虞国背后偷袭，让我晋军吃了大亏。当你身陷囹圄，你可曾想过，这正是非议之战，必无善果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重耳啊，也就是你重耳，敢这么跟寡人说话，指责起寡人的不是来，一点儿都不留情面。是啊，以前你经常说寡人非义不战，讲以仁德治国，睦邻友邦，寡人不以为然。但此番教训足以让寡人自省，你放心，寡人会善待虞国虢国宗室。至于宋郑两国，寡人会修书，以示友好，和平共处。寡人还会缩减宫内开支，拿出钱粮厚赏死难将士的家人。你看可好？君父，你终于明白儿臣的苦心了。是你让寡人明白，将心比心，才能各得其安。君父所务是晋国之福，是天下苍生之福。这次出征，寡人感受颇多。上阵父子兵啊，关键时刻还是你们这些儿子管用。重耳，留下来，好好辅佐君父吧。君父，重耳素来对朝堂政事不感兴趣，重耳只想纵横江湖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纵身江湖好啊，可以快意恩仇，行侠仗义，还能救苦扶贫。可这就是你的志向？正是。重耳，你想过没有？凭你一人一剑行走江湖，终其一生，你能救多少人？身为公子，立于朝堂之上，参政议政，才能真正为国为民谋福。若良政得失，则恩泽万民，这与你的志向并不冲突。若一心为民，庙堂江湖有何区别？你又何必执着呢？君父，重耳答应了江儿要去敌国，而且我们……好了，重耳，寡人是一国之君，要留你，你连宫门口都走不出去。但寡人不以君命，而是以一个父亲的身份，请求你留下。求我？从新田到虢国之战，你的成长和才干，寡人都看在眼里。如今晋国的实力已大不如从前了。这次的战役虽说赢了，但是损失惨重，内堂空竭，百姓的生计难以维持，朝臣们对寡人也颇有怒愤，所以寡人希望你在这个时候
能留下来，助君父一臂之力。